嗨，苍兰哥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indy， 目前在美国的医院担任心理治疗师。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来到苍兰哥的频道，和大家分享心理治疗相关话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以下这些人？动不动就挑起事端，想要跟别人吵架，像那种 drama queen、drama king， 妈妈脸就被丢光了。或者老是数落你，这里做不好，那里又不怎么样。My mom deals with her problems by ignoring them, bundling them up and packing it away. 老是经历感情挫折，逃离不了渣恋情，还是你就是其中一个？刚刚提到这些人的问题行为，可能是来自于他们受伤的内在小孩。今天的主题我会和大家分享，到底什么是内在小孩？我们又应该要怎么去拥抱内在小孩呢？在心理治疗里，内在小孩是我们潜意识里的一部分，他们可能来自于我们过去的创伤，或是以前小时候的情绪需求没有被满足，他们可能会衍生出一些特定的行为，在小时候可能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长期下来，如果我们不去重视创伤或是治愈创伤，在我们变成成人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负向的循环，进而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心理健康或者是日常生活。当我和个案提到内在小孩的时候，我会协助已经成为成人的个案，去和他们过去经历过创伤或者是情绪没有被满足的内在小孩重新建立关系。举例来说，小美来心理治疗跟我说，她情感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总是觉得遇人不淑。探讨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们发现小美的爸妈在她国中的时候会一直吵架，然后当她的爸妈一吵架的时候，小美就会觉得很紧张、很害怕，又会觉得是她的错，所以她会去躲起来，或是一直道歉，或者去做别的事情来讨好父母。等到她长大了以后，她发现每当她和伴侣意见不合的时候，当下她会觉得非常抱歉，都是她的错，然后拼命的想要弥补跟道歉。事后等她冷静下来，会发现，这不合理啊，这好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问题。与其选择去沟通，她会提出分手，或者是提出分手后伴侣苦苦哀求，她就又原谅他，然后她就一直经历这样子吵架分手道歉复合，甚至吵架分手吵架分手这样子的循环。要停止小美在感情受挫的负循环，她会需要和国中那时的小美重新建立关系，让那一个受到创伤的小美知道现在的她已经是安全的了，知道她现在可以和伴侣理性的沟通，而不是什么都是她的错。在先前的例子里，我们提到了创伤很多次。到底什么是创伤？创伤指的是在我们经历过巨大的压力或是严重的冲击后所产生的心理反应，常常会有挥之不去的心理阴霾。许多心理治疗师或者是相关研究常常会用大创伤和小创伤这些字眼。我们一般人比较熟悉的创伤是大创伤，例如说危及到我们生命安全的经历、严重的事故、家暴、性侵害等等。这些大创伤不只会让我们的内在小孩衍生出一些问题行为，更有可能会衍生出其他的心理疾病，像是忧郁症、焦虑症或是 PTSD。 另外一个大部分人比较不熟悉或是比较常忽略的是小创伤。 DSM-5 里面没有小创伤的定义，但是有许多心理治疗师或是心理学家发现，小创伤对幼儿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小创伤指的是当我们在幼儿的时候，当时的情绪需求没有被满足。举例来说，我国小2年级的时候，花了一整个学期集了很多的贴纸，然后换了一个礼物回家。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兴奋又期待。回到家了以后，因为要先去补习班，所以我就没有先马上把它拆开，就先去补习班把它放在桌上。等到我回来了以后，我的礼物不见了。后来发现是我妹把它给拆了，然后她不喜欢里面的礼物，她就把它丢了。我当下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又难过的去跟大人告状。而当时家里的大人跟我说，这没什么，那个不过就是一个小礼物而已嘛，有什么好哭的？你是姐姐，你就应该要让妹妹。当然现在已经是成人的我，回去看当时的经验，真的没什么，我根本也忘记礼物到底是什么了。但是对于国小2年级的我来说，
那是非常难过又气愤的一件事情。这些小创伤在我们长大以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具体的事情都不记得了，但是我们的潜意识会记得当时的感受，我们的身体也会记得当时的感受。就像我现在在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有点气。有些人这辈子可能不会经历过大创伤，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经历过一些小创伤。一个小创伤或许不会衍生出什么问题行为，但是当很多小创伤累积起来，可能就会衍生出一些问题行为，想要来保护当时的我们。举例来说，小明他的爸妈在小时候的时候都会给他零用钱，然后他就会把零用钱拿去花光光。他的爸妈就会问他说：你的零用钱拿去哪用啦？有没有把它存起来啊？然后他就说：没有，我都花光了。这个时候爸妈就会数落他啊，或是骂他。久而久之，小明就衍生出说谎的习惯。等到小明长大，他已经有经济能力了，他其实已经不需要说谎了，但是他还是没办法不说谎，因为他只有觉得当他在说谎的时候，他才是安全的。在这个例子里，小明必须要认知到，现在他不说谎也是安全的，才有可能会停止这样子的问题行为。在开始讲治疗内在小孩的方法之前，我想要先提醒大家，寻找专业的重要性。很多人都会有生病了要去看医生的观念，可是没有很多人会有心理生病也需要去看医生或是寻求治疗师帮忙的观念。研究显示，100个有心理疾病的人，只有不到10%的人会寻求专业的协助。创伤它就像是一个伤口，小时候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请大人帮忙。然后当时的大人可能也不知道他们有心理疾病，或者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不但没有帮忙我们清伤口、愈合伤口，反而在伤口上撒盐。然后就这样我们忽视它，不去看它，久而久之，原本一个小伤口在我们长大了以后反而变成了大问题。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人可能会需要药物的协助，而有在服用药物的话，就必须要定期的追踪治疗，因为每一个药物会有不同的副作用，还有注意事项。如果是去看心理治疗师，治疗师会用符合个案个人经历的治疗手段来帮助他们面对过去的创伤，然后会小心的避免2度创伤。可是心理治疗的过程可能会很漫长，有些人可能要数个月，甚至到数年之久。再次提醒，处理创伤的时候，寻求专业协助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又会让自己经历2度创伤。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拥抱内在小孩的3个治疗方式。第一个是接纳我们的内在小孩，还有和他们建立关系。有很多人的内在小孩已经被忽视很久了，是时候我们该正视他们了，去同理还有认知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行为，理解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们好，是来自于爱我们，还有想要保护当时还是小孩的我们。接纳他们还有和他们建立关系的办法有和他们对话。比如说我会让已经成为成人的个案去和当时还是小孩经历创伤的他对话，用现在成人的自己去满足当时他没有被满足的情绪需求，同理他当时的需求，知道他当时所经历的是非常难过或是让人觉得愤慨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写信给我们的内在小孩，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和他们建立关系，去了解他们更多一点。第二个是觉察到我们超乎常理的大情绪。有些时候针对某些事情，我们可能会有连我们自己都不太能够了解的大情绪或是大行为。比如说有一次大花回家的时候，看到室友放在晒碗架上的碗已经干了，但是没有收起来，他就突然觉得非常的生气，气到他想要对室友破口大骂，然后把室友所有的碗都丢掉。等他冷静下来以后，他会觉得刚才我怎么了？然后他可能会觉得有点愧疚。在这个例子里，大花可能经历了 flashback， 他现在的经历和过去负面的经历结合，以至于他会有这样子的大反应或是大情绪。透过这些大情绪或是大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内在小孩到底经历了些什么，然后帮助现在成人的自己知道那些经历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安全了。
第3个治疗方式是培养我们的内在家长。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爸妈不一定有同理我们的能力，有些时候他们的内在小孩其实也很受伤，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可能会用出伤人的言语来伤害他们自己的小孩，而这些小孩会将那些伤人的言语内化，等他们长大了以后，这可能也会变成他们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成为成人，我们有能力去同理的时候，当这些伤人的言语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有智慧的内在家长去帮助我们受伤的内在小孩。当我们的内心冒出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会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内在家长去暂停这样子的状况，跟他说等一下，这样子的话对我现在来说并没有帮助，而且会让我觉得不安全。我知道你是想要帮助我，或是想要让我赶快解决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试试看说，刚才我学到这个方法没有效，现在我可以试试看用这个方法，说不定会更有效。现在快速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刚才所说的3个拥抱内在小孩的方法。第一个是去接纳我们的内在小孩，还有和他们建立关系。第二个是觉察到我们不合常理的大情绪。最后一个是培养我们的内在家长。影片的结尾，我想和大家分享 Clinical Psychologist Jenny Wang 的一段话。For the child who never witnessed your parents rest, made you give yourself permission to pause. For the child who thought that performance was all you had to offer, made you sit down the striving. For the child within that craves play, made you release yourself from harshness and criticism that enjoyment may induce. Asian for mental health。 说了这么多，我现在想来听听你的故事。你有觉察到你的内在小孩吗？他们有怎么样的大情绪或是大行为呢？你有觉察到你身边家人、朋友或是伴侣的内在小孩吗？他们又是怎么影响你的呢？再次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苍蓝哥的频道，和大家分享心理治疗相关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有任何有兴趣的主题，欢迎到我的频道留言给我。谢谢你的观看。嗨，苍蓝哥，苍蓝，My goodness。